这种深黑色的膏状食品叫做梅精，一次吃一小口，有非常强烈的酸味。我最喜欢下午犯困时冲一杯，酸甜滋味瞬间提神回血。做梅精，我通常要等到青梅季最后一个产区。云南照水梅推出，今年买了10几斤青照水梅，准备狠狠来一波。不过今年的品质有点糟，表面看起来挺好的青果，切开来一看，很多被虫蛀了，有的变成褐色的烂果肉。这些梅子虽然不适合做梅干、做露或发酵酿酒，但做梅精毫无问题。在给大家分享制作方法之前，宝宝们记得先点赞关注我，这样以后就方便重复学习了。做梅精呢，一定要选新鲜6分熟的青梅。首先得是青色的，其次果肉要厚和结实，个头要大，果肉和果皮都不苦不涩。云南照水梅就很适合。青梅的成熟过程可有意思了。6分熟的时候，果肉爽脆，超好榨出那种流动性高的果汁。当梅子开始变黄，其中的糖分和酸度随时间变化，果肉也变得软软的，果胶增多，出汁就少了。所以黄梅提取的梅汁比青梅要少，胶感更重了，加热之后会变得干燥，更像果酱的口感。每1000克青梅只能炼出重量5%到10%的梅精，为每一颗青梅去籽是制作梅精的关键，也是个很不好处理的环节。传统的方法用研磨器把青梅磨碎，再用棉布挤出果汁。梅子很小，不易着力，一研磨就会立刻碰到籽，而且我们需要同时磨碎大量梅子，才能挤出足够的梅汁。试过除籽之后，用破壁机再用滤网处青梅汁。但是破壁机太强大了，把果皮里的苦涩味也一拼挤出汁液，做出来的梅精就会有苦涩味了。跟大家分享2个去籽的小技巧。青梅在细细的水流下冲10分钟之后，在水里去地头超简单的，不需要特别去晾干。我把青梅分成坏的和好的2堆，好青梅我用锤籽法，用这个开椰子神器的木柄橡胶锤，青梅果蒂朝下，小屁股朝上，放进硅胶密封袋里，不需要密封，轻轻一敲青梅就爆开了，汁水也不会溅得满天飞，一次敲打4到5个拿出来，果籽轻轻松松就能拿掉。立马放进家电袋里防止氧化，冷冻2个小时，结冰后就能拿出来榨汁了。坏掉的地方就用刀子切掉，只留好的果肉，然后放进家电袋里密封，记得把里面的空气挤出去哦。切青梅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，不然那些果酸会让你的手很不舒服的。挤汁有原汁机就方便多了，几分钟不到，无渣的青梅汁就源源不断的流出来了，完全自动化的制渣分离。原汁机用的是压榨技术，跟破壁机粉碎的效果可完全不一样，不会有残渣混入果汁里，最大程度保留梅子的原味。双手也不会被梅汁的酸性刺激的刺痛。做完了不用清洗棉布袋，让制作过程轻松又高效，省了不少时间。每500克的常温青梅大约能得到200毫升果汁。用冷冻法的话，能挤出差不多290毫升。看来冷冻法真的更能出汁啊！没有冷冻的青梅挤出来的青梅汁，果肉和果籽迅速氧化，不过这对成品没什么影响。而冷冻过的青梅果汁氧化得更慢，果肉和果籽先干燥收着，下次再分享怎么用它们。梅汁倒进宽口的平底锅，方便水分快点蒸发。一开始可以开大火，捞起第一次浮上来的泡泡杂质，后面的泡泡我就不再捞掉了，搅拌均匀，等水分蒸发了一半。记得换最小火，每10分钟看一下浓稠度，不然很容易焦糊。用刮刀刮下锅壁上的泡沫，
这里1800毫升的梅汁，我用了大约1个半小时。当开始出现较大的泡泡，就要多搅拌，别让青梅汁粘锅了。随着水分减少，青梅汁会越来越浓，颜色也会慢慢加深。这个过程需要耐心，用木勺轻轻刮锅底，确认搅拌到锅底的每个角落。如果梅精流动更慢了，汁液变成光泽黑褐色，浓稠到可以用木勺在锅底画出一条线，然后就流动得很慢。梅精挂在勺子上不掉下来的话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取一个消毒过的玻璃瓶，消毒的方法可以去主页搜消毒与清洁的视频。等冷却之后，液体会变得比较稠，所以要在它还有点稀的时候就赶紧关火。我做了这么一小瓶之后，终于明白为什么外面卖的那么贵了。我用2500克的青梅炼出140克的梅精。如果残留水分少，流动感弱一点，口感也会比较浓稠。反之，水分多的话，流动性高，口感会更顺滑哟。但是水分越多，赏味期就越短，宝宝依据自己的偏好调整就好了。来看看硬青果和软黄梅揉出来的分别。最右边的黄梅揉出来的不是膏状，更像果酱的口感，这是不同成熟度的青梅汁浓缩后的稠度。别忘了把瓶盖拧紧哦，不然容易变干。其实它可以常温保存，但这么小的一瓶放冰箱也不占地方。做好的梅精会充满浓郁刺激的酸味，试着直接尝一点的话，还会不自觉地叫出来，天哪，好酸啊！那你的梅精就是成功了。去年我用破壁机做的那罐涩味特别重，放冰箱里待了1年。今天去尝了一下，涩味没了，变得超级好喝，甘醇得很。梅精的酸味蛮强的，有着独特的粘度，平时可以温水泡茶，拌酸奶或做菜做甜点，蘸一点都行。做个精致女孩，加入自己做的爱玉果冻、蜂蜜薄荷。1小勺梅精，不要贪多。一杯梅精特饮，帮你快速充电。活力瞬间拉满，梅精富含多种有机酸和矿物质，帮助消化。我觉得饭后解油腻特别好。喜欢的宝宝记得关注我，下次再分享更多零添加美食。我们下回见。